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风铃情感频道。您的点赞和订阅是我更新下去的动力，谢谢您。女朋友给我发信息，老公，今晚再来我这边。下一秒，她把消息撤回了，而我的心彻底冷了，因为我已经出差1周没回去了。早上7点，我查看了天气预报后，正打算给女朋友小月发消息，提醒她今天是有雨，一定要记得带伞。刚刚点开微信，就收到她的消息，正想感叹我们心有灵犀时，笑意僵在了嘴角。消息只有一句简短的话：老公，今晚再来我这边。我的大脑停顿片刻，甚至来不及思考，那头似乎发现了不对，紧急把消息撤回了，随后发了一连串表情包，最后留下一句话：亲爱的，我已经起床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想你了。我甚至开始怀疑，刚才是不是我眼睛看花了，还是说我在做梦？但是系统显示对方撤回了一条消息，这清楚告诉我，我被绿了，因为我已经出差1个星期没有回家。这次商务谈判很重要，我才不得已过来。为了能够早点回去见到他，我没日没夜工作，甚至想着离开的时候买个包带回去补偿他。现在却告诉我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一个笑话。这一刻，我的心彻底冷了。就在这时，助理问我是不是需要现在去排队买包。我愣了愣，才想起来，原本计划今天晚上就坐最晚的一班飞机回去，将包放在他的床头，给他一个惊喜，却没想到他提前1天给我惊吓。不用了，帮我把机票也退了吧，你们先回去，我过几天再回。助理疑惑地看着我，我知道他看出了我的反常，因为我一向都是急着回家陪女朋友的人，但是现在我不想回去直面被绿的人生。随便找了家酒吧坐下，我点了杯酒，就开始怀疑人生。我和叶小月是大学就认识的，她是我的学妹，在我大3的时候和我在一起。那个时候我身上没什么钱，她还是愿意和我在一起，陪我吃路边摊。以至于现在我投资成功，有了点资金之后，觉得最亏欠的就是她，我恨不得把最好的东西都给她，但她还是背着我出轨。手机在口袋里响个不停，我拿出来一看，是叶小月的电话。今天我还没有给她发消息，往常我恨不得发上100条，现在却连聊天框都不敢打开。电话刚接通，那头就传出叶小月发嗲的声音：亲爱的，我在外面逛街，看中一款大衣好好看，但是钱没带够，你能转我钱吗？1天没有发消息，开口就是要钱，难不成真是我恋爱脑？以前怎么发现我女朋友居然是这种货色？我正打算拒绝，话到嘴边，却突然转了个弯。当然没问题了，宝贝。谢谢亲爱的，我最爱你了，早点回来哦。挂掉电话后，我通过手机屏幕看着自己这张脸，脸上平静无波，没有丝毫怒气。大概是这些年做生意，终于练就了喜怒不形于色的本领。但这并不代表这件事情会就这么过去了。一个计划突然在我心头涌起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我得先去查查那个奸夫是谁。我想把我出差这段时间叶小月的动向了解清楚。幸好我家是智能门锁，一开始安装的时候，他就劝说我把录像的功能关闭，说是觉得没有隐私。现在我才知道，估计是害怕被我发现带男人回家。但是智能门锁还有一个功能，是可以查看进出的时间。时间里显示，昨天下午5点门打开1次，今天早上6点打开过1次。但是此时叶小月在外面，说明今早6点开门应该是出去。同时，这也意味着昨天晚上叶小月把人带回来了。想到这里，怒气堆积在我的胸膛。我甚至都不敢想象昨天晚上他们在我的床上发生了什么。现在我恨不得把那张床都给扔出去。如果只是简单的分手，实在是太便宜他们了，我一定要让这2个人付出代价。家里的客厅还装着监控，一开始是因为家里养了2只猫，怕他们出事才安装的。出差之前，叶小月说会好好照顾他们，让我把监控也关掉。现在想来，一切都是有迹可循，只是他不知道，监控是可以远程打开的。凌晨2点，
我躺在酒店的床上辗转反侧，手机提示家里的门锁打开了，我立马调出监控。监控里，叶小月穿着性感紧身的吊带小短裙，和平时清纯的形象完全不同，手里拿着大包小包的东西，身后还跟着一个男人。老公，快试试我给你买的新衣服。我看着叶小月从购物袋里拿出件男装让男人试，心里不由怒火中烧。拿着我的钱养男人，你他妈看起来还挺高兴。男人五官平平，身材甚至有些发福，我实在想不通叶小月到底看上他什么了。果然有些人就是贱，外面没吃过的屎都是香的。这个时候是什么衣服啊？我们还是来做正事吧。男人脱掉上衣，直接揽着叶小月倒在沙发上，两个人笑成一团。我趁此机会疯狂截屏，将来这些都是证据。突然，男人抬起头看向监控，手在半空中停下。那儿怎么还有个监控啊？没事，宋林不会开那个监控的，他很听我的话。结果你就是这么对我的是吧？不行，我还是不放心。下一秒，男人扔了件衣服，准确搭在了监控上，屏幕顿时漆黑一片。但是就算没有画面，也有声音，估计是放心了，两人说的话也越来越露骨。我从没想过我女朋友还能说出这种话，但是与此同时，我也偷听到一些有用的信息。过2天宋明就要回来，到时候我会把小号藏起来，暂时不能联系你了。没事，想我的时候就来找我呀。用小号联系的是吧？我记在心中，关掉监控，买了一张去叶小月老家的机票，该去和她父母聊聊了。叶小月老家距离我们住的地方不算太远，开车4个小时左右。但是叶小月很少回家，因为这个家实在太热闹了。酗酒爱打人的父亲，偏心眼的老妈，还有一个从小就被养坏的妈宝男弟弟。叶小月说她小时候过得很可怜，我心疼她的遭遇，想尽办法让她过得好，没想到她就是这样回报我的。对于我的到来，叶小月爸妈都很惊讶。小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？没有，我出差正好路过，来看看你们，给你们带了礼物。一听说有礼物，夫妻2人顿时眉开眼笑，立马招呼我进屋。我带了1瓶酒和一件新款大衣，换来夫妻2人对我嘘寒问暖。我拿出新买的游戏机之后，叶小月的弟弟也是一口一个姐夫的叫着，让我留下来吃午饭。饭桌上，我提起了想要和叶小月结婚的事情。叶小月的妈眼珠子一转，面露犹豫，我们家只有小月一个女儿啊。这种话我怎么可能听不出来，当即就表示彩礼50万，外加1辆车。还有耀祖今年都22了，也没个工作，等我和小月结婚之后，他就来我们公司工作吧，到时候给他个总经理的位置，月薪好几万。还在啃猪肘子的叶耀祖从饭碗里抬起头，满脸油光的脸挤出个笑容。姐夫，你对我真是太好了。当然了，要是结婚了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你过来工作，我给你买套房，再给你介绍个城里姑娘，有房子就好结婚了嘛，说不定过几年叔叔阿姨就能抱孙子了。一听说有车有房还能结婚，全家人都高兴地直点头。叶小月他爸更是高兴地喝了好几杯。我扫了眼叶耀祖的模样，心中冷笑，就这样的，还是别祸害人家好姑娘了。不过都只是画大饼而已。酒过3巡，我看着叶小月他爸喝得浑浑噩噩，说话都有些不利索，就知道时机到了。叔叔，我是一直都想和小月结婚，但是小月好像不同意，她总说自己年纪小，不着急，还想玩2年。玩个屁！不结婚就他妈打一顿，把她吊起来打一顿就老实了。闻言，旁边叶小月他妈着急地用胳膊戳了戳他爸。曾经我听说叶小月经常挨打，还护在他前面，威胁他们不准再对他动手。但是现在我后悔了，我怎么敢打小月？她那个脾气，敢直接报警把我抓起来。要不结婚的事情还是再等等吧。一听说煮熟的鸭子都要飞了，他们全家那叫一个着急。你不敢打我敢打，老子做爹的管教一下自己女儿还有问题了。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我看哪个警察敢管。见目的到达，我十分满意，当天下午就回了家。
家里已经被收拾干净，叶小月在门口迎接我，一见到我就冲上来抱我。亲爱的，我好想你呀！如果不是发现了真相，我估计还被蒙在鼓里。看着叶小月的笑脸，我心中嘲讽：笑吧，笑吧，很快就笑不出来了。我刚刚进家门还不到10分钟，叶小月就接到电话，光看来电显示，她就脸色煞白。现在就回家吗？阿明刚刚回来，我想陪陪他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别骂人。电话挂断，叶小月小心翼翼走到我身边。亲爱的，我爸妈叫我回家一趟，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啊？陪你回去看你挨打。那我是拦着还是不拦着？我公司还有点事情，你自己一个人回去吧。叶小月欲言又止，口袋里的手机响个不停，她最终还是选择独自回家。只是回家会遭遇什么，就不知道了。叶小月是在傍晚打车回的家，一直到第2天早上才回来。一进门我就注意到嘴角的淤青和怪异的走路姿势。怎么了，宝贝？对上我的视线，叶小月的泪水瞬间绷不住，扑进我怀里就开始哭泣。我爸妈居然打我！昨天晚上我爸妈让我回家，没说2句话就对我动手，我好害怕，我差点就被打死了。我这才发现他的手上、膝盖上都有不少的淤青。要是以前，说不定我就马上带着叶小月去讨公道。但是现在我不想去，我甚至带着一丝看好戏的态度，只是在嘴上安慰了几句。我的手机都被摔坏了，等会还要去修手机。手机有什么好修的？最近不是出了新款吗？我给你买个新的。说着，我直接将他手中报废的手机扔进垃圾桶。看着他破涕为笑，我催促他赶紧先去休息一会。亲爱的，咱们家床怎么换了？看着陌生的床，叶小月表情突变，有明显的心虚。就是突然想换个新的而已。事实上是我觉得太膈应了，我无法想象他们曾经背着我在这张床上滚过多少次。于是昨天他离开之后，我立马买了新的。叶小月没说什么，直接上床睡觉，而我假装倒垃圾，拿走他摔碎的手机离开家，先去找了我一个朋友帮我把手机修好，恢复数据，顺便找到了叶小月的小号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我压根无法想象叶小月在朋友圈每天发擦边照的样子。这个小号只加了一个人，张涛，两人的聊天记录也是不堪入目。我看到了那条熟悉的消息：老公，昨晚的 CES 你喜欢吗？好，算他厉害。我在外面累死累活挣钱，他在家里玩得真潇洒。将张涛的朋友圈和聊天记录翻遍之后，我获取了不少有用的信息。一个普通的程序员，工作的公司就在我公司对面，老板还是我的一个多年好友。这是估计叶小月不知道，毕竟他对我的生活圈向来不关注。但是现在也正好给我实施计划提供了帮助。只是逼走一个程序员实在是太简单了，只有站得越高，摔得才会越疼。我给叶小月换了个新手机，但是在手机店我买了2个，另一个寄给叶耀祖，还送了一双新款球鞋，希望他不会让我失望。周一下午，我来到对面朋友的公司商讨合作的事情，一进门就受到热情接待。就等你，你还真是大忙人。我跟着朋友走进会议室，会议室里还坐着几个人，我一眼就看到站在角落里的张涛。这种场合，他只能站在一旁负责给 PPT 翻页，连个说话的工作都轮不上。我如此深明大义的人，怎么可能会让他这么辛苦？当即指了对面的空位置，你也坐着吧，大家都坐着，你一个人站着不累吗？张涛见状有些不敢置信，还小心翼翼看向旁边的人，直到朋友开口，宋总让你坐，你就坐吧。听到我姓宋，他明显一顿，但还是很快坐下，说明他没认出来是谁，或者叶小月没给他看过我的照片，只知道我的名字。但是你都知道人家有男朋友还勾搭在一起，这种人就应该好好收拾一下。会议开了2个小时，期间我没看过张涛一眼，直到临走前，我拍拍他的肩膀。我看过你之前写的代码，还不错。
我看着他镜片下的眼睛里流露出惊喜，只是这一点蝇头小利就让他招架不住了吗？离开公司的时候是另一个人送我，自我介绍说叫孟凡，看职位大概是张涛的竞争对手。宋总，我之前做产品前端开发经验很丰富，如果有需要请一定要联系我。我点点头，接过他手中的名片，故作犹豫，刚刚你们那位叫张涛的人也来找了我，我会在你们之间考虑的。孟凡脸上还挂着笑容，只是眼中明显有了异样的情绪。看到这些，我心满意足地走了。自从知道叶小月出轨之后，曾经那些美好的滤镜都在顷刻间打碎。现在我甚至都不愿意多看她一眼，便干脆找了个工作忙的理由，住在另一个房子里。叶小月一开始还幻想着和张涛约会，便迅速答应下来。只可惜现在张涛为了拿下我手中的项目，每天都在拼命加班，方案都写了7、8个，别说约会了，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与此同时，叶小月再次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。晚上10点，手机提示监控为我保存了短视频。现在的监控都很智能，能够识别音量，一些音量异常的片段都会保留下来。我看向监控里正在打电话的叶小月，她原本在沙发上悠哉敷面膜，直到他妈的电话打来。你弟弟说想买个苹果电脑，你打3万块钱过来。什么电脑怎么贵呀？他电脑不是好好的吗？你问这么多做什么？你弟弟就想用个好点的不行吗？你他妈都能在大城市穿金戴银的，凭什么你弟弟就不行啊？电话那头不由分说就是一顿骂，各种脏话层出不穷，给叶小月骂得眼泪直流。让你结婚你还不结，你现在还漂亮，过几年年纪大了，宋明看不上你，你就等着分手吧。我告诉你，要是你不能和宋明结婚，我跟你爸直接打死你，丢在山上喂野狼，就当没生过你这个杂种。不用等到过几年，很快我就会和他分手。明天早上之前把钱打过来，否则我马上坐车过来打死你。还有，赶紧和宋明结婚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你就是偷偷怀孕胁迫他都行，必须结婚。上次宋明回来，我可是看到隔壁二丫去找他说话，二丫比你小，人家都知道把握机会，你看看你什么玩意儿。溜那二丫是我故意的，离开的时候小姑娘只是随口过来打个招呼。我知道叶小月爸妈就在后面看着，因此故意停下脚步，假装和她聊得很开心的样子，让他们着急。事实证明很有效果，叶小月回家被打得很重，我甚至在她的信用卡里查到了去理疗馆的记录。监控视频还没看完，叶小月的电话就来了，可我不想接，我就想看看她着急的样子，要是明天拿不出钱，也不知道她的父母会不会真的过来动手。我直接将她的手机拖进了黑名单，这一个晚上我睡得满足，一夜好梦。第二天醒来时，监控提示我昨晚又保存了一段，是在我挂了叶小月电话之后，她连续打了好几次都是无人接听，最后气冲冲扯下面膜，抬手就打碎一个杯子。又打了好几遍，确定我没接后，她干脆拨打张涛的电话。只是那个时候张涛应该在忙吧。老公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，让我买个电脑，不多，就3万就行。3万还不多？你那个冤大头不是挺有钱的吗？什么破电脑要3万？你又不上班，买这么好的做什么？是我弟弟想要，现在我男朋友电话打不通，你先借给我，我要到钱就给你好不好？好你妈，你弟弟跟老子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还得管他，你自己1分钱没赚过，哪里知道赚钱的辛苦，开口就要3万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估计这回张涛正在郁闷吧，工作上还有个孟凡虎视眈眈，现在又有人打电话来要钱。叶小月听到这话，也压制不住内心的火气，开始怒骂张涛，你真是不要脸，你睡我的时候怎么不是这副嘴脸？哪次出去玩不是我出钱，酒店的钱都是我给的，现在你居然连3万都不给我，那他妈不是你主动送上来的吗？送上来的我不要，我还是男人吗？看着他们隔着手机怒骂，我心中畅快。关掉视频，我思索一瞬，给张涛发消息，晚上要不要出来喝酒？宋总，这杯酒我敬你，我干了你随意。夜幕降临，张涛穿着一身格子衫，
手里端着酒杯，谄媚地给我敬酒。工作上的事情不顺心吗？我看你憔悴了不少，要是我的项目太复杂，那我就交给别人了。别，宋总，你瞧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工作上的事情没问题，我就是在心烦我女朋友的事情。是吗？不介意的话，说给我听听。于是张涛还真和我说起他女朋友的事情。我跟他就是高中认识的嘛，她长得漂亮，但是性格很内向，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欺负她，我看不下去，就帮了几次。后来高中毕业我都没好意思表白，直到去年又偶遇了，居然去年就重逢了，比我想象中还要早。看张涛那副表情，我心中都能猜到，大概相遇之后就是一番干柴烈火。他隐去了女朋友还有个男朋友的事情，我也无法判断叶小月高中受欺负这事是真还是假的，但是在我心中都没什么差别，毕竟是他们背叛在先的。几杯酒下肚，张涛彻底把我当作真心好哥的看待，开始跟我哭诉起来。一开始我觉得他人还不错，又漂亮又会撒娇，但是最近他天天找我要钱，我又不是自动提款机，还不是因为以前被要钱的是我，要不是老子赚钱养你们两人，你们早就饿死了。女人嘛，都这样，你有钱才会跟着你。正好最近我公司可能有人事变动，这个项目你好好干，做得好，我就把你挖到我们公司来。张涛眼前一亮，说话都开始哆嗦。真的吗，宋总，你人真是太好了，你就是我的大恩人。说着，他接连灌了好几口酒。就在此时，电话响起，我扫了眼上面的备注，小月。还真是巧啊。我假装没看见，又倒了几杯酒。我们今晚不醉不归，不要因为女的打扰我们的兴致。宋总，你说的对，这杯酒我敬你。我看他挂断电话，估计这回叶小月已经开始生气的砸东西了吧。酒喝到最后，张涛已经开始神志不清。我打电话叫来一个女人介绍给他，这是我一个朋友玲玲，也是做物联网的，介绍你们认识。玲玲漂亮大方，张涛的眼珠子都快掉在人家身上了。这人没钱没貌，能让叶小月这么喜欢，说明高中的事情可能是真的。那我还挺想知道，叶小月看到自己心目中的白月光出轨会是什么表情。把张涛安排妥当之后，我又在公司待了几天，才决定收拾东西，打算回家看看。这一次叶小月难得没有迎接我，而是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。她放下头发遮住半张脸，大概是为了遮住被打的伤痕。我在监控里看得清清楚楚，因为没有要到钱，第二天叶小月的爸妈直接找上门来，确定我不在家后，他妈直接扇她一巴掌。我养你这么大，居然养出你这种白眼狼，我真是看透你了，今天干脆打死你算了。话音刚落，叶小月他爸也紧接着给了他一脚，我看着都忍不住惊呼，只有人渣才能下得去这种狠手吧。我们也不指望你养老，但是你好歹把人勾到手啊，你还能上哪儿去找个宋明这种人，活该挨打。他妈是个狠心的，专门挑衣服遮住的地方掐，疼得叶小月哭爹喊娘。这些我都看得一清二楚，现在看着他受了委屈还要往肚子里咽的场景，我一丁点都不心疼。为什么我给你打了这么多电话你都没接？叶小月抢先一步质问，我干脆两手一摊，我平时很忙的，没时间回消息。你不回消息就是不爱我。他似乎习惯了每次都是我哄他，无论我们谁对谁错。哦，随便你怎么想吧。我直接倚在沙发上，叶小月这才察觉不对，咬着牙委屈地看我。对不起老公，是我太生气了，你太久没回来，我没安全感。这么快就屈服了，我还以为他会继续跟我生气。我特别想你，最近联系不到你，我很难过，你千万别和我生气啊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我自然不会再生气，毕竟现在还不是分手的最好时机。亲爱的，你能不能陪我回趟家呀？仔细回忆他最近在家中的境遇，我已经猜出此行的目的，却还是欣然答应。听说我要回来，叶小月爸妈早就准备好了一桌饭菜，饭桌上大家聚在一起，看起来其乐融融。直到叶小月他妈突然开口，你和小月在一起也挺长时间了，婚事打算的怎么样了？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，
就连叶小月也一脸娇羞地看着我。叔叔阿姨能答应，当然是最好的，之前我答应的都会算数。闻言，所有人脸上都是兴奋的笑容。亲爱的，你对我真好。叶小月扑上来就要献吻，我却不着痕迹将人推开。只是最近公司里出了些事情，比较忙，今年大概都要处理公司的事情了，没这么多时间，还是明年再说吧，婚礼也得慢慢准备是吧？此话一出，空气都凝固了。还是叶耀祖抢先站起来拒绝，我们家不在乎婚礼，不办婚礼都行，只要房车彩礼准备好。是吗，小月？我看向叶小月，看着她脸上挤出苦笑。哪有女孩子不在乎自己的婚礼的？只是现在轮不到她选择。阿明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婚礼什么的我都不在乎的。那不行，我不能委屈你，我一定会给你奢华的婚礼，你就放心。一顿饭吃得不欢而散。我看着叶小月他妈端着碗筷进厨房，没一会儿就叫叶小月进去。我悄悄跟在身后，还没进厨房，就听到里面的喧闹声。让你做，让你做，还真把自己当大小姐。你要什么婚礼啊？办婚礼那点钱不如给你弟弟。叶小月被掐好几下，捂着手臂往后躲，满脸的委屈。宋明说了，明年会娶我的，等1年会怎么样啊？还等1年？你不知道夜长梦多呀。前几天你还说宋明不回你消息，这说明什么？已经没把你放在心上了。你再不结婚，就等着被甩吧。叶小月瞪大已经眼睛，不可置信地摇头。我看着他们母女2人的对峙冷笑，看了一会儿我就离开了。这回叶耀祖已经回房间了，毕竟他知道作为家里的宝，洗碗这种事情就不可能落在他头上。耀祖，你在干嘛呢？我推门走进去，就算叶耀祖着急关屏幕也来不及了。我清楚看到上面的纸牌游戏，旁边还有各种筹码。耀祖，你这是在赌博吗？他慌忙关掉屏幕，坚决不承认。姐夫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会赌博？就是跟其他朋友一起玩玩纸牌游戏。看来叶耀祖也知道其中的危害，但是贪心太重。没事的，耀祖，我可不是那种封建的人，我不会告诉你爸妈的。这种游戏我听说赚钱也不少。真的？果不其然，一听说能赚钱，他眼中的贪欲就无所遁形。是，我曾经公司有个客户，就是靠这些赚得盆满钵满的，我们都得捧着他。我就知道一定会赚钱，而且那些人都说我很厉害，其实我都赢了好几千了。那些人不过是钓鱼佬而已，就是想等着他上瘾。既然他已经走上这条不归路了，我不介意再帮他一把。但是这些东西就是要前期多投入，才会赚得更多，高风险才会有高收益，你说是吧？可我害怕，万一没赚回来。我轻笑一声，拍拍叶耀祖的肩膀，不是还有我吗？如果和你姐姐结婚了，我们就是一家人，那个时候我肯定会帮你。叶耀祖眼睛发亮，激动的身体都在颤抖，在我耳边姐夫长姐夫短叫个不停。最后离开的时候，更是站在门口看着我上车离开，恨不得拿个小手绢挥舞。回去的路上，叶小月一直很沉默，现在我也失去和她说话的兴致。开了4个小时，终于到家楼下，叶小月刚要下车，却发现我还一动不动。怎么了，阿明？你先回去吧，我公司还有事情，今晚不回来住。你才刚回来待1天就要去公司？大概是想起他妈的话，叶小月有些着急了，水蛇腰贴过来朝我撒娇，人家好想你呀，今晚能不能不走？我给你按摩，穿你最喜欢的衣服好不好？可惜我已经毫无兴趣，甚至开始嫌脏。你们家要这么多钱，我这不是还得去赚钱吗？就这样吧，你自己先上楼。将叶小月推开时，她明显还没反应过来，漂亮的眼睛看着我，良久沉默后，她突然爆发，下车生气地关上车门。那你今晚别回来了。现在还能和我发脾气，说明在她心里还是笃定我不会离开她。只可惜这次她想错了。晚上我收到张涛的消息，想约我出来喝酒。自从上次我说要将他挖过来，这人对我的邀请就越来越频繁。现在也时候该收网了。我最终选用了孟凡的方案，就算抛开其他主观因素，
孟凡的综合能力也比张涛要好，只是张涛似乎觉得抱上了我的大腿。去他们公司签合同的时候，我甚至听到几个人对张涛的抱怨，无非就是天天摸鱼，还不听指挥，顶撞上司等等。看来张涛在公司也待不长了，但我可不想他离开的这么轻松。张涛，我也想把你挖过来，但是你之前的项目不够出色，股东那边我说服不了。这样吧，要不你给个投名状，想来股东们就不会拒绝了。宋总，你想要什么投名状？这个就你自己想吧。我是很期待他的表现的。在其他房子里住了1个星期，叶小月见我一直不回家，开始着急了，还想跑到公司里来看我。我撒谎出差，让他扑个空，晚上却死死盯着监控。只有我出差了，叶小月才会放心大胆地把张涛带回家。一进门，两人就搂在一起。张涛还说自己遇上了贵人，很快就能赚到大钱。真好，如果可以，我真想嫁给你。听到这话，我握紧拳头，在心里已经将他骂了800遍了。算了吧，你家那情况，看来张涛还是识相的，知道叶小月家都是什么货色，但是叶小月可听不得这些。我家怎么了？你以为我非得嫁给你呀？我明年就能结婚了，到时候你就偷偷哭吧。叶小月生气地扑上去挠他，洗脑间，叶小月突然停下动作。这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有个吻痕？你出轨了？我没想到玲玲这么快就对张涛下手了。张涛见事情瞒不住，索性也不装了。吼什么呀？什么出轨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是说明年就要结婚了吗？叶小月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打得措手不及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那你也不能出轨啊！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感情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我喜欢有什么用啊？喜欢就让老子当小三啊！玲玲漂亮聪明，比你有钱还比你年轻，我为什么不找她？你算个什么呀？张涛，叶小月生气地扑上去，却被张涛一把推开，还狠狠扇了一巴掌。清脆响亮的声音，我在监控这头听得清清楚楚。这场景，我恨不得录下来循环观看。张涛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高中就跟你好，第一次都给了你，甚至还为你打胎，你不给我钱，我只能去小诊所，结果让我一辈子都不能怀孕，这些都是为了你，你居然这么对我。是你自己贱，白让男人占便宜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就是当初帮你说过2句话，自己就贴上来了。既然你不高兴，那我们就一拍两散吧。张涛拿起衣服转身离开，留下叶小月一个人埋头痛苦。我看着监控里的人，半晌才反应过来，叶小月不能生育，张涛居然高中就得手了，信息量太大，让我愣了许久。那有些事情岂不是可以做得顺理成章了？叶小月和张涛彻底分手，我回到家中的当晚，他难得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，打扮了一番，在门口迎接我。亲爱的，我好想你呀，先吃饭，晚上我再给你按摩一下。看他这副模样，我心中冷笑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跟叶小月说了结婚的事情，婚礼什么的我会让人准备好的，一切都按照你喜欢的样子办，彩礼这些我全部都答应。老公，你真好，我愿意嫁给你。今天我们就去做婚检吧。叶小月刚刚扬起的笑脸顿时消失，甚至都不敢对上我的眼神。婚检就不必了吧，我不喜欢医院，而且我们都很健康啊。但是结婚都要婚检啊，也可以提前规避一些风险，对不对？万一生孩子的时候发现有遗传疾病怎么办？叶小月脸色苍白，嘴唇都在颤抖，说什么都不同意去婚检。我当然知道她不愿意，所以提前给她父母打了电话，中午2人就匆匆赶到，一听说可以结婚，当场就要驾着叶小月去医院。叶小月的父亲还说结婚后让我给叶耀祖买个大点的房子，反正这婚也不会结，我欣然答应。像是生怕叶小月跑了这婚结不成一样，叶小月他妈全程都把叶小月拉着，挂号做检查，一气呵成。做完检查，我干脆在附近的酒店给2人开了房间，一直到检查结果出来，果然叶小月不能生育，叶小月父母都傻眼了。医生，这个是不是错了呀？怎么可能呢？一定是你们诊断有问题。医生都是权威的，
你要是不相信，可以去别的医院再看看，诊断结果就是怀孕的概率非常小。瞬间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。我故作为难，可是我爸妈一直想要个孙子啊。这消息不亚于晴天霹雳，却是我一直等待的结果。当天晚上，我就说了分手。叶小月给她爸妈打电话，他们一家人看着我，叶小月还在哭泣，让我别分手，他妈也在劝我。你们小情侣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就因为这个事情分手不合适吧？难道这么多年都没有感情吗？感情？我冷笑着打开客厅的投影，将早就准备好的视频放出来，上面都是叶小月和张涛各种亲密视频以及照片。请问，这就是他对我的感情吗？视频的最后一段是张涛和叶小月分手前的对峙。我高中就跟你好，第一次都给了你，甚至还为你打胎，你不给我钱，我只能去小诊所，结果让我一辈子都不能怀孕。叶小月吓得连连后退，客厅里是死寂一般的沉默，直到清脆响亮的耳光落在叶小月脸上。我怎么生出你这个玩意？别人骑驴找马，你倒好，骑马找驴。叶小月他妈气得发抖，又是一个耳光打下去。偏偏叶小月他爸居然还想挽回我，我们小月年纪小不懂事，肯定是被骗了，现在他们都分手，要不你这绿帽子戴在你头上，你能忍？我可没有做接盘侠的爱好，当即就把叶小月一家赶出去，顺便给物业打电话，让他们叫2个保安来把人带走。万一就在我家门口打起来，岂不是丢我的脸？宋明，阿明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让我进去吧，我以后一定会改，只爱你一个人的。外面的喧闹声越来越小，口袋里的手机却响起，是叶耀祖打来的电话。哥，那个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我回本了就还给你。那个人居然骗我，他跟他们是一伙的。姐夫，你帮帮我吧。借多少？100万吧。好家伙，还真好意思说出口。不借，以后也别给我打电话了。你是我姐夫啊，你这样的话，我不让我姐嫁给你了。我看向窗外，楼下围着4、5个保安，艰难地把叶小月和他妈拉开，把他们一家3口赶出小区的场景，心中暗爽。那就不嫁吧，我也不娶你姐了，所以你也滚。我找来搬家公司，把叶小月的东西全部打包寄回了她的老家，虽然花了不少钱，但是我不想再看她一眼。没几天，叶小月借别人的手机给我打电话，说自己被父母打进了医院，现在还躺在医院里。我实在害怕就报警了，现在他们不让我回家，也不来医院看我，你能不能来看我一眼？确定是过去看他，而不是过去给医药费。既然已经分手了，你的事情就跟我没关系了。现在这套房子我也觉得晦气，干脆找了中介，打算把房子出手。刚刚处理完叶小月的事情，张涛就来了。他交出的投名状就是破坏公司的防火墙，打算把里面的核心资料偷出来交给我。我反手把这些事情告诉了朋友，这种吃里扒外的人我可要不起。张涛被赶出公司，这件事情被传开，他上了行业黑名单，以后大公司都不会要这种人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张涛刚刚失业没几天就被打进了医院。林林是我找来的人，一个职业小三，我付给他钱，让他接近张涛，也让叶小月尝尝被劈腿的滋味。但是林林上一个勾搭的男人似乎还对他念念不忘，甚至离婚去追求他。听说身边还有张涛这号人物，立刻出手带人给打了一顿。这下张涛和女友，不对，应该是前女友，估计2人能在医院碰面了。叶耀祖也联系我许多次，因为赌博他欠了不少钱，最后要债的都找上门了，他不得已去外面躲债。宠儿子的父母只能一大把年纪又4处讨生活工作，只是叶耀祖的天价债，他们闭眼之前也不知能不能还清。不想再和他们纠缠，我干脆换了新的手机号。叶小月出院后去我公司找我，被保安拦在楼下。她早就失去了往日的身材，穿着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一件老旧衣服，还有不合身的牛仔裤，对上别人的视线都小心地低头。听说她去我曾经的房子找我，但那个地方已经住了别人，是一对小夫妻，有人误会她是小三，直接动手，旁边还有许多人围观。
对于这段感情，我已经精疲力尽，让保安把人赶走后，我收回视线。我与他算是彻底结束，只希望以后都不要见面。他将来会在哪个城市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，都不在我的思考范围内。再见面，我们只会是路人。好了，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，谢谢大家。